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90后女孩的前世记忆。这个女孩子呢，她说我是出生在1997年的，看到了很多因果轮回的案例呢。她说我就想讲讲自身的亲身经历了。她说我没有指望谁会相信我，因为这种事情呢，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真正相信。我只是想告诉呢有相同经历的人，世界上呢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前世记忆。他说最近呢，我就是因为看到了宋英杰老师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他说他的儿子豆包呢居然有前世的记忆，这令我呢终于鼓起了勇气想把我的经历来告诉大家。他说大家听说过送子观音吗？他说我妈妈结婚6年了，一直都没有怀孕。有人呢于是送了一幅送子观音的画像，于是我妈呢就将信将疑的供了起来。有一年过年呢，我妈跪着求这个送子观音呢想要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观音呢就显灵发光。不久之后我就出生了。他说我出生的时候没哭，我是被大人打哭的。那我为什么不哭呢？就是因为他说我当时是有前世记忆的，我清楚的记得我的前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家人亲戚我都记得。所以从前世到今生呢，呱呱落地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当时就没哭。但是他们以为婴儿有什么毛病嘛，所以给打我就打哭的。然后我是在17岁的时候恢复前世记忆的。那有一次呢，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当时我就觉得活得真是不开心，很伤心，想要做一些冲动的事情。不过就在我决定不久之后呢，我的前世记忆突然之间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之中。还记得当时正在上高中数学课嘛，处于一种非常清醒的状态。关于前世记忆，他说我记得最清楚的3个人就是我爸、我妈和我奶奶了，甚至清晰的记得他们的样貌身高。在前世他说我父亲有2个兄弟，他是家里的老大。我的前世的二叔呢，当时是当朝的宰相。他说大概是宋朝宋仁宗时代。他说我原想根据这些记忆查出当年的所有人物，可是那个朝代的宰相人太多了，他说我查不出来。而且我虽然事情记得清楚，但却不记得自己的姓名。他说我的前世是个男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有钱庄，有布庄，有杂货店，总之家里挺有钱的。那古代呢又是重男轻女嘛，我2个叔叔他们都没有儿子，整个家族就只有我一个男孩，所以我在家里特别受宠，被宠成了一个混世魔王。因为我经常不听话，所以父亲就打我。那我跑呢，父亲就一直追着打，奶奶呢又追着父亲打，所以经常弄得家里就是鸡飞狗跳。那最后呢，父亲怕奶奶生气，只好作罢嘛，所以我就跟父母不亲，整个家族对我最好的就是奶奶。他说我3岁以后呢，奶奶就一直带着我。奶奶身高也就1.5米左右，喜欢穿黑色和深红色搭配的衣服。我母亲呢又是个大家闺秀，身高大概1.6米，长得挺好看的。他说我就记得他喜欢穿淡绿色的那种飘飘的那种衣服。他说一个小孩在某种爱好和事物上呢，比同龄人有更多的发挥呢，都是因为前世的因果。因为前世的累积呢，就会在某些领域比同龄人多一些悟性。他说我上过私课，但是不喜欢学习，经常呢趁老师背过去写字的时候捉弄他，甚至带着几个朋友一起捉弄老师，就在他前世嘛，然后把老师气得直接不让我念了。他心想那会儿我正合我意嘛，最多不过就是被父亲关几天小黑屋，反正奶奶向着我。他说我才不怕，因为家里有钱，不需要我为了衣食而奔波，想要钱呢伸手就可以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他说我经常跟周围的朋友出去胡吃海塞，或者是到一些娱乐场所里鬼混。他说我的前世最大的乐子呢，就是欺负穷人，还做了一些坏事，这都是不好的表现，就不给大家分享。他说我每次出去呢，天数都是跟我手里的钱是成正比的，钱多了在外面待的时间就长，没钱了就回家去，就怕被父亲发现来抓住，所以每次回去都是在晚上，我都是翻墙进去的，然后就找奶奶，她就会给我一大把银票，然后就告诉我说在外面注意安全，别惹出什么太大的麻烦。虽然我讨厌父亲但是我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嘛，可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管理家族的生意或者是像那些文人墨客一样去读书写字嘛。他说反正我想要什么奶奶就能够给我，我只要讨奶奶欢心就好了。然后我就跟奶奶关系非常好，她总是很惯着我。他说我的前世也没干什么好事儿，同龄人的孩子都结婚生子了，我还在鬼混，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些呢都没有用，只管自己逍遥快活。因为家里有钱就到处沾花惹草，想就这样混一辈子。他说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朋友出去溜达，走到一个小桥上的时候，他说我就看见水面上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东西，于是我就伸手去抓，
哎，没想到没站稳呢，一头就栽进这个湖里了。他说我那个朋友当时吓傻了嘛，愣了半天才想起来找人来救我。他说我挣扎了好久，最后呢没有力气了，也就淹死了。他说之后我就感觉像是睡了一觉，醒来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人都围在一个地方，我奶奶呢就趴在那里痛哭。于是我走上前一看呢，这才发现我的身体躺在地上，大家都围着我议论。我一下当时就懵了嘛，努力的大声喊叫，用手挥，却没有人一个人能看得见我。我这才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去世了。他说我记得一个亲戚在我的灵堂里说我这就是花够了家里的钱才去世的。那这句话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我大概败光了家族2/3的钱财。他说我去世的时候30多岁，父亲才40多岁，奶奶才50多岁。当时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关系的时候特别吃惊。那怎么3代人相距的年龄会这么小呢？后来网上一查才知道，原来古代结婚早嘛，生小孩也早，所以我去世后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去哪里，无处可去呢。他说我就在这个家里的院子外的一棵大树上坐着，因为这个视角正好可以看着奶奶的日常生活。他说我这就算是去世后良心发现了，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呢，所以一辈子也没怎么关心过奶奶，如今呢却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奶奶对我那么好呢，我始终没有尽一丝的孝道。最让我心痛的是奶奶会在深夜呢独自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因为思念我而哭泣。她说我想去抱她，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就在这棵树上守了将近30年，本想着如果奶奶也去世了，我就能够跟她相聚了嘛。可是奶奶的身体很好，没有一丁点病，最后呢她是老死的。那我去奶奶的灵堂找了好几圈，可是依然没有看到她。于是他说就这样我就没有了寄托，也不知道到底去哪里了，就只好四处游荡。刚开始我去了很多人多的地方，可是看着他们都相亲相爱，跟亲爱的人在一起美好的生活，他说我心里就难受，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我，我自己待着也无趣。后来就去找了一个很清静的森林，那里呢树特别高特别多，我不用吃喝也不用睡觉，就傻傻的待着，没有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就我自己，只有无穷无尽的孤独。他说我就这样怀着对奶奶无尽的思念和愧疚呢，在这个森林里居然待了1000多年。然后突然有一天呢，观音就来找我了，随手一挥呢，就变出了一个莲花座给我。而这个莲花座呢还特别小，只能够刚好容纳我的双脚。我就站在上面，因为我没有实体嘛，会随风飘，但是可以控制方向。但是如果没有莲花座的话，我就会比较飘的不固定，没有实体感。但是如果站在那个莲花座上，立刻就有一种站在地上的踏实感。他说观音就带着我来到了一栋楼的上空让我看到一个正在生产的女人，就是我们是在那个楼上面是直接透视往里看的。然后观音就告诉我说，这个女人这辈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吃了很多苦，让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她。然后他就说我前世做了很多的错事嘛，让我重新悔过。观音还问我呢，这一世做女孩子你有没有怨言呢？当时我就心想，做女孩我也没做过，那试一下也行吧。而且观音呢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就答应了。那观音当时手一挥，我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婴儿，被人抱在手上。我之所以没哭，就是因为我懵了嘛。当时前一秒我当时还在空中嘛看着，那一瞬间我就变成婴儿了。他说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手术室那种黄色的灯泡，在我被打哭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婴儿。而观音呢，当时是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坐在一个超级大的莲花座上。他的声音特别好听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声音是充满慈悲而又洪亮的，总之非常好听嘛。以上呢，他说就是我前世的记忆。他说当我17岁的时候在数学课上开始恢复这些记忆的时候，我自己居然感觉到非常的诧异，根本就不可思议嘛。当时恢复记忆之后呢，他说我回家就跟我妈妈求证，问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几点，当时手术室的灯光是什么颜色。而他说的一切呢，都跟我的记忆一一都可以对上。在这之前呢，他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这些的。而无量寿经中就说过人在世间的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去苦乐之地呢，生自当之，无有代者。所幸呢，菩萨大慈大悲嘛，救苦救难，所以无时无刻不在救众生于水火之中。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刻骨铭心的一种濒死体验。史蒂夫从小是在美国西南部长大的，生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的家庭里面，非常虔诚，总是去教堂。但是等他长大以后呢，就开始排斥这些了。
当时这个教授就说，所有的宗教呢，他当时感觉很愚昧。那是在1988年嘛，教授说我正在伦敦开会啊，去发表我的论文。但那个时候我有严重的这个哮喘病。有一天这个伦敦天气非常不好嘛，就有雾霾，有消息警告说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请别出门。但是我是游客嘛，当时没有收到这样的警告，我出门了，结果那个哮喘病就发作了，我就感觉越来越糟，越来越困难。过不了多久，那个呼吸就非常困难了，而旅馆就叫来了救护车。我当时就被送到这个伦敦的圣巴斯医院里。在医院里呢，他说我的肺气肿已经非常严重了，整个肺呢都被粘液给堵着，不能够呼吸。医院马上就用了呼吸器，我就这样昏迷了整整2个星期。但就是在这2个星期里呢，他说我处于生死的临界点，才有了这次濒死体验。他说我的经历啊，从更深处的死亡状态开始啊，主要是一种所谓的人生回顾的经历。所以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地方出现在了一个没有任何象征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种颜色，灰蓝色的，也许是天，也许是地，但全都是一种颜色。但是我在的地方呢，我的旁边是一个有生命体的东西在的，它让人感到有巨大的力量宏伟。然后呢，他说我就经历了这次人生的回顾。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受感动的体验了。如果我过去说过这样的现象，我会以为那是一种很多人说的那种看电影回顾的方式嘛。但其实他说完全不是这种方式的，其实是重新经历你的人生一次，就像是当初你亲身经历时一模一样的，不是在远处看电影，而是重新回到场景当中，再次经历一遍。那这个经历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当初的情绪，他说当时的思想，还不仅仅是我重新经历过这一生。他说你还会从3个角度同时体验过去的我这一生，同时还体验了那些与我有关的人当初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所思所想。那这些呢，都使我非常的震惊，因为你体验别人的感受啊，会使我非常震惊。而他说我记得那不是连贯的一生，而是有选择的一些情节，就是发生一些重大事件的事。那这样我回到过去呢，再一次体验它，身在其中，感受每一件事情，就体验到了当时他人的感受。因为你知道在平时的生活中啊，有的人很难对付嘛，所以他们对你不友善的时候就让你很痛苦，所以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好的话。因为呢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所以你就觉得那些不好的话呢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活该。但是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呢，一切都变了。你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你说的话呢，做的事都会给他们带来痛苦。那种痛苦呢是那样的真实。他说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些，那就使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除了体验我的所思所想呢，与我相关的人的所思所感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我还看到了一切事物的本质真实的原因。他说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一种自我欺骗，我们的自我欺骗。因为我们人啊，从来都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找正当理由嘛，我们满不在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为所欲为。但是事情的本质指的是那些行为的起因，就是看到事情的实质嘛，可以看到我们当初啊是怎样欺骗自己的，我们为自己的行为编造正当的理由。对于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呢，我们欺骗自己说没有什么错。所以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他说我真的看到我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我。在这些人生的经历中呢，我的情绪很不好，我的动机很不好，我是那样完全的生活在自我的欺骗之中。他说我简直啊，当时觉得无地自容，感觉到那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他说那就像是对我一生的一种审判一样，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审判。他说当时我就想，我彻底失败了，我不是那个我期望做的那种好人，我自己想象中的人。而认识到这一点呢，就使我灰心丧气，觉得非常沮丧窝囊。但我旁边的那个生命体呢，居然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就告诉我说不要紧，你只是人嘛。可是那个生命却一直安慰我，他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呢，在很多生活的行为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会伤害他人，我们欺骗自己，掩盖错误。但是呢，他说我们无需自责，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因为做人就是这么回事儿，人会失败，会犯错误，会自我欺骗，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你还不算是错，那是正常的。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那样看的话，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他说之后呢，我又开始回顾了我生长的家庭，我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现在他说我能够准确地理解我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而这种理解呢，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直到那一刻之前，他说我一直对我的父母很生气，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但是现在我看了之后，我理解了，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也是有缺点的普通人，带着他们生活的局限再回来看呢，你就知道了，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他们就像刚刚我看到的自己，我对他们的怨恨呢，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这部分回顾过后呢，他说我那一段不愉快的生活过去了，我不再生气了。更重要的是，他说我理解了家庭里的每一个人，我能够接受他们，那从内心深处也可以了解他们，而是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从此以后对他们的任何行为我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他说这是关于我家庭的部分。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宇宙的最中央，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语言的表述已经太苍白无力了。他说我在宇宙的最中央呢，我的周围是很多的星星，很多的银河系星云，那是多维的一种展现，非常的真实。他说我身在宇宙中央自由的漂浮那是一种令人炫目的美丽。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一种联系，有一种光呢直接联系着我和这个宇宙每一个物体，就像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紧密相连，彼此相属，那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和整个宇宙联系在了一起，和其中每一个物体联系在一起，仿佛我是它的一部分，它们也是我的一部分。就感觉呢有一种射线，我能够看到感受到，那是一种联系。你能够想象一束光呢，细细的极光联系着你和这些星球，你感受到了你属于星球，这些星球呢也属于你，就是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是这样的，是一种白色的细细的那种白线呢，联系着你和宇宙中的万物。他说我就了解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的一切秘密，我理解了一切秘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是那样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只是呢这种了解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模糊了，它仿佛呢就是一种宇宙的感知。他说我还看到了未来是关于我的，特别是关于我的孩子的。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的儿子15岁，女儿10岁，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呢以后在他们的生活中会有一件事情发生。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会破产，他们呢很需要我。所以在那一刻呢，我记得我决定我要从这个世界回去，因为他们需要我。而就在那一刻，我的那个意识思想出现的时候呢，我立刻就回到了医院那个瘫痪的身体当中。这场人生的回顾对我的影响呢很难以形容。他说但是我理解了我们人生是充满了意义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任何的事情呢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很坏的事情也深具意义。所以我们在地球的人生的意义呢就是学习和成长。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